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白日提灯吻戏引爆全网，年龄差到底磕还是尬？开播即爆的白日提灯，在2026年3月28日正午登陆腾讯视频时，以雷霆之势刷新平台年度纪录，开播50分钟热度突破23552，峰值达到26481。首日中午12点上线后，80万人同步在线观看。这部剧集未播前已积累674.5万双端预约量，创下平台年度待播剧最高纪录。抖音主话题播放量超50亿，海外版权覆盖115个国家，成为首部未播即实现全球发行的国产剧。在这股热度洪流中，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咬脖子吻戏如同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引爆全网讨论。一边是粉丝在弹幕疯狂刷屏氛围感拉满，这才是结狗 CP 的正确打开方式；另一边却是移植恋。工业糖精的犀利吐槽撕裂着口碑。这场发生在幽冥归墟边缘的亲密接触，让贺思慕与段暄的宿命纠葛演化成了现实舆论场中一场关于情感表达、年龄审美与创作评判的激烈辩论，引爆话题的名场面争议的诞生。剧中那场咬脖吻的设计源自奇幻设定的深层逻辑。贺思慕作为400年无感的鬼王，初次获得触觉后对一切充满好奇。他主动扑倒段暄，触摸其眉眼、嘴唇及心跳，并请求对方通过咬让他感知痛觉。段暄却未按预期咬手腕，而是直接亲吻他的脖颈，用痛感宣告欢迎来到凡人的世界。这一场景在播出后快速出圈，推动白日提灯腾讯热度峰值超26000，单日弹幕互动量破3000万。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舆论场中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一派盛赞其设定新颖，情感浓烈，将懵懂探索与撩人反差的解狗 CP 张力诠释到位；另一派则直接将其归为工业糖精，批评其尴尬突兀，为噱头而设计。网络上流传的那句喜欢霸道总裁爱上太奶的有福了，看似调侃，实则尖锐地揭示了争议表象下关于演员年龄差、CP 感、角色适配度的深层焦虑。网友真实反映显微镜舆论场的两极分化，支持者的声音坚定而有理有据，他们认为这场吻戏并非简单的撒糖，而是情感累积后的必然爆发，是女强男弱关系中力量与脆弱交织的直观体现。剧中贺思慕虚借段暄的无感感知世界，而段暄甘愿折寿献出感官。这种双向救赎的羁绊为亲密接触注入了合理性。更有观众指出，咬脖子这一行为恰恰符合非人类角色的情感表达方式。鬼王与凡人将军的悬殊身份与力量差，让这种非传统的亲密行为具有了独特的冲击力和记忆点。反对阵营的批评同样直接且具体，他们将矛头对准情节设计的动机，认为这是为制造话题而刻意设计的工业糖精，脱离了人物情感发展的自然逻辑。部分观众表示观看时感到突兀、尴尬，认为情感铺垫不足导致名场面硬着陆，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而非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感上的不适，直接转化为豆瓣开播后涌现的近200条1星差评。尽管这些差评被质疑存在模板化、有组织刷分的嫌疑，争议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恰恰反映出当下观众对古偶剧情感表达的不同期待阈值。有人渴望看到突破传统的创新表达，有人则更看重情感发展的自然流畅。年龄差争议的深水区是选章失误还是角色需要？姐弟感甚至移植感的直观反馈，成为了这场争议中最刺眼的部分。部分观众认为迪丽热巴34岁的浓颜系五官与成熟气场
与陈飞宇26岁的青涩少年感形成强烈反差，两人同框时被调侃像两代人，互动中强行装熟的僵硬感加剧了年龄割裂。尤其剧中妆造过度、墨皮或滤镜失真，被指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然而支持方的反驳逻辑同样坚实有力，他们强调赫斯木是400岁的鬼王，沧桑、强大，看尽世事；段虚是19岁的少年将军，鲜活、青涩，命途短暂。巨大的年龄与阅历反差本就是角色关系的基底。迪丽热巴的成熟气场与陈飞宇的少年破碎感，恰好外化了这种力量对比和情感张力。有网友犀利指出，差400岁有点年龄感怎么了？这才叫还原人设，无感互通的设定，让两人共享痛觉，情感拉扯更有张力。这种设定上的创新为年龄差提供了合理性。反对者虽承认角色设定，但坚持认为演员间的具体化学反应、眼神交流、互动细节、气场的自然融合未能完全弥合年龄差带来的部分观众心理距离。这种争议的实质是对演员与角色契合度评判标准的差异，以及对荧幕 CP 感来源的不同理解。究竟是单纯的外形匹配度重要，还是气质与角色灵魂的共振更为关键？这个问题在白日提灯的讨论中显得格外突出。审美双标与行业境界被苛刻审视的30加女演员，这场争议向一面棱镜，照见了娱乐圈对男女演员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有网友犀利指出，男演员大小20岁女星是成熟魅力，女演员大8岁就被嘲显老。这种双标被形容为对女演员花期的隐性规训，当少女感成为唯一标准。任何与年轻男星的合作都可能被解构为母子感或移植感。对比分析舆论中对迪丽热巴女34岁与假设中若男演员年长8岁情况可能面临的评价差异，这种性别偏见的隐性结构浮出水面，对女演员的少女感枷锁要求其维持无龄状态，却忽略其演绎需要岁月沉淀的复杂角色时的独特优势。而对男演员的年龄增长，常被赋予成熟魅力、大叔感等正面标签，戏路与搭档选择范围明显更广。联系到剧集角色本身，迪丽热巴需要诠释的正是拥有400年阅历的太奶级鬼王，其本身的成熟感与阅历感应是加分项，却成为被部分观众抨击显老、状态不佳的依据。这种评价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一个活了4个世纪的冥界主宰，长着一张毫无阅历、满面胶原蛋白的幼态脸，那才叫真正的选角事故。迪丽热巴那张极具侵略性的脸，恰恰撑起了鬼王那种看透生死、漠视众生的宿命感。剧集口碑与市场反馈名场面是助燃剂还是减分项？无可否认，这场咬博稳为白日提灯带来了巨大的话题讨论度和流量关注。数据显示，该名场面推动剧集腾讯热度峰值超26000，海外登陆23国平台，登顶泰国、越南等浓颜审美市场热度榜。剧集首播云和播放量达 9.3%， 预估播放量破2000万，以实际表现回应了部分争议。然而口碑的分化同样显著，一边是粉丝狂热的云包场应援，一边是路人移植恋、工业糖精的犀利吐槽。这种热度与差评的割裂，被质疑为有组织刷分，凸显流量演员易遭放大镜审视的行业现状。剧集在吸引更多好奇观众的同时，也可能劝退了部分看重传统 CP 感的受众。对创作方而言，这场争议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大胆创新的情节设计如何平衡话题性与情感逻辑自洽，选角时如何更前瞻性地评估并引导公众对角色设定的理解。白日提灯以顶级制作《流浪地球》团队操刀1900加电影级镜头，
新颖设定五感互通和顶流阵容，堆砌出一个现象级的数据爆款。但当观众开始厌倦套路，对角色适配度、剧情逻辑和表演细节提出更高要求时，那些被华丽外壳所掩盖的裂痕便会瞬间暴露在聚光灯下。回归核心情感突破与否的最终裁决。总结各方论点，工业糖精派的核心依据在于情节设计的突兀感和部分观众的情感代入门槛。情感突破派则强调奇幻逻辑、角色成长与情感张力的深度融合，认为这是对传统古偶情感表达模式的大胆革新。基于原著设定、人物关系逻辑、情节发展脉络以及演员特质匹配度分析，这场咬博吻更倾向于情感表达的大胆突破，而非单纯的流水线糖精。剧集采用12单元灵怪探案加权谋主线的结构，首播5集节奏明快，一集多反转，悬疑感拉满。核心设定五感互通，让鬼王与凡人共享感官，情感拉扯更有张力。削木头撒纸钱等清洗桥段，缓解奇幻剧的压抑感。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亲密接触成为情感觉醒的关键节点，具有其内在逻辑性。其争议性部分源于观众接受阈值，部分源于对女演员及非传统情感模式的刻板印象。当迪丽热巴带着那股浓颜系自带的冷冽且成熟的威严感出现在镜头里时，那份为了契合鬼王身份而特意呈现的沧桑与淡漠，却成了被攻击的软肋。这种评价体系的错位，恰恰折射出行业内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与狭隘的审美标准。你觉得演员年龄差是影响 CP 感的关键吗？对白日提灯的这次选角，你认为是成功还是失败？如何看待内娱对男女演员截然不同的年龄与状态要求？欢迎分享你的观点，一同探讨影视创作中情感表达的边界与行业审美的多元可能。